绝妖符，你果然在人间。别走！穆探长，有何指教？哎，我听说高员外除了经营药材之外，还种花草。对，没错。您问这干什么？啊，而且我听说从你们家出来的花草远近闻名啊，很多北京、上海的达官显贵都要竞相购买。哈，这有点夸张。不过我家花草生意异常火爆，倒也确有其事。那看来高员外不光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还是一个很不错的园艺师啊。穆探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就是好奇。您是不知道呀，我母亲啊也特别喜欢养花养草，但是她呢养着养着这些花都枯萎死掉了。我这不想看看能不能从您这儿学点什么培育之法，回去跟我母亲说，也不知道让她高兴高兴吗？哦，这种花养草的我也是个门外汉，也就爱莫能助了。那明天您能不能带我去你们种花种草的地方看一看，看看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启示？哎呀，术业也专攻了，这种花养草的也是一门学问，岂能随便看看就学会了？要不这样，穆探长，改天等你破了案，我送令堂大人几盆上等的花草，你看怎么样？怎么能让您破费呢？哎呀，区区几盆花草，破什么费嘛？但是我一向是秉公执法，你说如果要了您的花草，我这不是徇私了吗？哎呦，穆探长，这也就是尽个礼数，您多心了。我来了，沈小姐。黄小姐，你把拖鞋换上吧。沈小姐，你不用这么客气的，我自己能做。你别跟我客气，像你这样的大小姐，这种事情做不来的。谁说的？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我父亲常年征战在外，我一直都是自己照顾自己啊。哦，沈小姐，其实你人真的挺好的。只可惜啊，穆大哥。穆大哥怎么了？不通风月，不解柔情啊！放着这么体贴的姑娘，竟然不知道去争取。穆大哥是在感情上不会主动的人，我已经习惯了。沈小姐，你跟穆大哥是怎么认识的呀？是因为一次意外。那时候，我的相机被人抢走了，穆大哥就去帮我拿过来，结果呢，相机却摔坏了。他就说他会拿一个新的给我，就这么认识了，好像再普通不过了。那不就是英雄救美吗？哎，你对穆大哥是一见钟情吗？谈不上，我只是觉得这个人挺有意思的，而且很有吸引力。那不就是一见钟情吗？哎，你对他有没有那种怦怦心跳的感觉？王小姐，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我出去走走。哎，沈小姐，我想你应该了解我的想法。你什么想法？我爱穆大哥，我对他是一见钟情。哎，副管家，哎，你跟高员外多长时间了？12年了。是吗？那时间可真不短了。对，这高员外这病情一直就没有好转啊。这个问题你应该问吴医生了，他对我们老爷很了解。但是吴医生跟我说，高员外的病情是由于腹泻所致。你说小小的一个腹泻病这么难治吗？
腹泻，穆探长，您搞错了吧？我家老爷曾经是经常闹腹泻，不过现如今不但不闹腹泻，反倒让便秘搞得很难受。是吗？这我没有必要骗你吧？是。哎呀，这时辰也不早了，我看你也早点回屋休息，我呢就先告辞了。对，好，好。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应该你也喜欢他呀。这样算，你们应该算是情敌，对吧？黄小姐，在这个时候，我不想跟你谈感情上的事情。我知道沈小姐对穆大哥感情很深，我也知道你们曾经是患难之交。但是我觉得，感情深，并不意味着那就代表是爱情啊。我向往的爱情，是那种轰轰烈烈的。两个人在一起干嘛那么麻烦呢？爱就潇洒的在一起，不爱就潇洒的挥手说再见。有的时候，两个人相爱简单一点儿，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爱情不只有轰轰烈烈，还有一种爱，就像小桥流水，虽然平淡无奇，却也安详自然。这不是进退的问题，有时候也不像黄小姐说的那么简单。我和颜昭之间不仅仅是爱情，不仅仅是爱情，那还有什么呀？是亲情。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的父母，我最牵挂的人就是颜昭。不管以后我们是不是能在一起。好了，时间不早了，你赶紧睡吧。你要是洗澡的话，浴室在里边。你为什么要让他送你花草？我在高员外的家里发现了几盆花草，其实花草本身倒没有什么，但是我在他的花盆里发现了特殊的红色土壤，这跟我此前在宁江案发现上发现的土壤非常相似。红色土壤？我觉得这是能洗清我杀人嫌疑的重要线索。难道你怀疑凶手跟高家有关？第一个死者是高天进，他是高员外的侄子。因为高天进曾经准备透露给我一些警局内部走私鸦片的内幕，他被钟丽杀死以后呢，嫁祸给我。我找到钟丽的时候，钟丽又被杀了。我在现场唯一发现的线索，就是来自于罗兴镇这种独有的红色土壤。所以我觉得钟丽的死和高家存在着某种联系。哎，咱先不说这个，现在当务之急还是要想清楚，郑小茹的尸体是被谁偷走的？你有什么看法呀？我觉得不是高员外。为什么呢？因为高员外既然已经承认了吕世尧和郑小茹之间的关系，并已经证实了郑小茹的死因，那为什么还要骗我们尸体的隐藏地点呢？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其实我也觉得凶手是别人。你还记得在郑小茹那幅画里，旁边有一个人的阴影吗？无论高员外的体型通过透视产生怎样的变化，也不会看上去如此消瘦。而进入高员外严密设防的郑小茹的房间，身形消瘦的人，高公子，他人呢？应该在房间吧，可能已经睡了。怎么？难道你怀疑高公子？我召集大家来客厅的时候，他为什么没来啊？哦，我叫如林去叫他，如林说他已经睡了，而且高公子最近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都不是很好，我想就算了吧。那就是说他是唯一一个没有不在场证据的人。难道你真的怀疑是他？其实晚秋的死，我当时就想从他入手来着，但是被郑小茹的案子给耽误了。你不觉得他的讲述存在很多漏洞吗？看来我要跟他进行一次真正的问询了。但是高公子最近的身体状况真的很差，该用的药、该打的针我们都试过了，为什么唯独对他没有任何效果？
难道是？出什么事儿啊？你们相信吗？郑小如和晚秋的死因几乎是一样的，都是因为动脉突然破裂，或者说是被咬断导致失血过多而死的。你觉得会不会是一个凶手所为？你们看，连咬齿的痕迹和伤口几乎都一模一样，似乎可以断定是同一个凶手所为。你怎么看，严昭？能推断出死者的死亡时间吗？从尸体僵硬程度和坠击性充血反应来看，死亡时间应该已经超过了24小时。那就是说，死者的死亡时间晚上或者是凌晨。这个跟高员外所说的发现尸体的时间是一致的。对，现在确实是这样。从2名尸体的伤口来看，像一个人干的，但是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在高家大院无声无息地杀人，并且从容地离去，我想凶手绝非等闲之辈。而且这个凶手非常凶残。你看看，这姑娘，你看这都遍体鳞伤，她是被打的吧？阮厅长，这些并不是殴打所致的轻状，这些黑色的斑块是死尸在死亡之后几小时内被移动过的痕迹。哦，对，这我知道，这是拖他出来的。我的意思说啊，这凶手干嘛要对这么漂亮的女人下手呢？难道是红颜薄命？动机，杀人的动机是什么呢？没事了，尸体已经被抬走了啊。太可怕了，我从来都没见过那么害怕的杀人景象。是挺可怕的，你不要总想着他就没事了啊。沈小姐，我爸是带兵打仗的，我不怕死，可我不想那样死，太可怕了，太恶心了。你放心吧，有我和严昭保护你，你不会有事的。你会保护我？当然了，这有什么奇怪的？沈小姐，你人真好，我喜欢穆大哥，我以为你会恨我呢。怎么会呢？我特别害怕，能不能等我睡着了以后再走啊？好，那你赶紧睡吧。哎，要是这么看来，应该就是雪瑶福干的。确定啊？如果正像你说的那样，新娘晚秋跟郑小如的死状和传说中被雪瑶福杀死的人的死状是相符的，然后今天在高家院子出现的那个人戴的面具也是雪瑶福的面具，我跑出去追了他不到1里地，被他给甩了。我追着他不到1里地，把我给甩了。哼，就是他。陈晚秋死亡的当晚，他第一次出现；郑小如死亡的今天，他又再次来到高家。即使不是这个人干的，那这个人跟这几桩案子肯定是脱不了干系。但是我就想不明白，
白他杀人的动机是什么呢？你知道吗？有个传说，当然只是个传说啊。传说雪妖符杀的人，跟他一点干系也没有，毫无关系。他杀人只是兴致所致，所以我觉得他杀人没有任何动机。新娘晚秋和郑小茹死亡的时候，高家这个院子里都是人来人往的。如果是随意杀人，那他为什么不找一个偏僻、安静的地方下手呢？特意针对高家，跟高家有仇。来，喝杯茶提提神。还没睡啊？没呢，你们这不也没睡吗？我跟邝兄这不是把案子想分析分析吗？能把这些线索拼在一块儿，看看能发现什么。你来的正好，说说你的想法。哎，你们俩聊，我困了，慢慢谈。哎，小心烫！我不怕烫。燕章，还有2天的时间，来得及找出凶手吗？急有什么用？现在必须把这一点一滴的线索联系起来，看看能发现什么。郑小茹的尸体突然出现在我房间的浴室里，而且还以那样的一种恐怖形态出现。别说是那个黄小姐，就连我都吓得够呛。哎，那你说说她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也搞不懂。不过我觉得凶手应该来自于外面。为什么？高家应该没有什么人能够有能力完成这样的杀人计划。高员外父子俩，老的老，病的病。虽然说我也讨厌那个高员外，不过我还是觉得他不会是那个吸血杀人的人。啊，我可不是感情用事啊，我这次可是客观分析的。其实刚才我还和浩南兄说，我们忽略了一个人。你说高文远？他不可能是凶手。首先，当他发现命案时，就立刻被打晕。其次，吴医生说他的病比高员外还要严重，肌肉抽搐频率很高，他应该没有那么好的精力和体力去实施杀人计划。还有，说一个新郎在新婚之夜杀死了自己的新娘，这就如同《聊斋志异》里的故事，很难让人相信。其实你越这么说，我越觉得高文远这个人可疑。哎，你不觉得他的讲述存在很多漏洞吗？还有，他干嘛跟你莫名其妙的说吸血鬼的故事？关于这个传说，我一直没打听清楚。这样，明天早上我再去请教一下高员外，然后我把高文远找过来，再深入的谈一次，看看能不能尽快的排除或者确定他的嫌疑。我跟高文远聊过，我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阴沉，他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那种悲哀，无论是从说话还是从眼神，我总觉得他这个人身上背负着某种沉重的负担。不过按理说，像他这样的富家公子不应该有这样的悲哀。哎，等，赵远，你的工作就是在现场发现被害人生前以及嫌疑人现在是怎么生活的。赵远，你永远要记住，正常与否一定要根据现场，而不是说你认为应该什么是正常的来确定。其实我还怀疑一个人。谁？邝美元跟我说，有一个叫血妖符的轻功高手，专以杀人吸血著称。此人20年前就销声匿迹了，而且他和邝美元的师傅曾经还有恩怨，他师傅也在一直苦苦寻找这个人的下落。现在发生了离奇命案，外面现在还有传言说血妖符又重出江湖。血妖符，要这么看的话，郑小茹的死状确实像一只蝙蝠。可世界上真的有吸血蝙蝠吗？要是真样的话，那太可怕了。这个世界上的确什么可怕的事都有可能发生。哎，今天晚上这事儿你怎么看呀？你是说郑小茹之死？
悲剧。就这么简单？因爱而起，酿成惨祸，当然是一场悲剧了。因爱而起，我怎么不觉得这是爱呀？这就是一个男人为了得到一个女人使用的卑劣手段。人就是这样，为了得到，就会不择手段。要不怎么说人心可畏？另外，教授，医生的天职是治病救人，不管高员外怎么样，我只是把他当成了一个病人。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哎，你觉得高文远的病情到底是什么情况？为什么我们的药物对他一点作用都不起呢？教授，这方面你是专家，如果连你都不知道，我又怎么会知道？你看啊，整个罗兴镇只剩下高员外和高文远2个人的低血钠症没有痊愈，尤其是高公子的病情，让我很头疼。他现在居然开始怕光了，而这一点不像是低血钠症，难道说低血钠症已经开始变异了？教授多虑了，其实高公子的病情已经在转好，只不过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儿，在他心理上肯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很大的打击，再加上他本人体质就偏弱，所以出现一些反复或加重的迹象，那都是很正常的。也许这件事儿平息了，他自然也就会好了。最近有点太累了，我先睡会儿觉，起来再说。哎。大哥，哎，黄小姐起这么早啊？嗯，怎么样？昨天晚上没什么事儿吧？没事了。不过刚开始确实挺害怕的，幸好沈小姐一直陪着我，我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她人真好。是。哎，他人呢？我也不知道，一起床他就不在了。哎呀，我起来也没事儿，就出来走走。来罗兴镇都好几天了，也没到街上转转呢。哎，林大哥，你知道吗？我自己一个人待在那个死过人的屋子里，可害怕了。没事，你放心吧，有我们在，你会很安全的。当然了，有穆大神探在，我肯定不怕。哎，你也没吃早饭呢吧？走走走，陪我上去吃饭去吧！走走走走走。哎，高远还没吃，快去快去！大娘，这馄饨怎么卖的呀？姑娘，您是北方人吧？您怎么知道的呀？北方人啊，管这吃食儿叫馄饨，我们南方叫抄手。哦，来2碗尝尝，我这可是罗兴镇的一绝呀！好好好，来2碗，闻着就香，是吧？2位趁热吃。姑娘，这抄手好吃吧？嗯，好吃。大娘，这个馅儿是鸡肉馅儿的。嗯，这鸡汤也好喝。奇怪，怎么了？我喝过的鸡汤，一般都略带点腥味儿。可您这怎么一点都没有呀？这位姑娘一定是非富即贵啊，尝遍了人间美食，好灵的舌头啊！大娘，您能教教我这是怎么做的吗？那可不行，这可是我的独家秘方啊！我这老婆子就靠着这个营生呢。真可惜，我本来还说跟您学学手艺，然后做给我心爱的人吃呢。好吃。
小伙子，你能娶到这样的姑娘是你的福分。大娘您误会了，大娘我跟这位您觉得我跟这位大哥般配吗？岂止是般配，简直就是绝配呀！是吗？你们两个呀，是郎才女貌。你看这位姑娘，眉清目秀，举止不俗，一看呀就是出自于大家闺秀。这位小伙子，眉宇间英气勃发，气质不凡，一看就绝非等闲之辈啊！你们两个要在一起，一定是只羡鸳鸯不羡仙喽。大娘，听您的谈吐，真不像是卖馄饨的。我以前也是大户人家，只是后来家道中落了，现在只能以此营生了。大娘，给您钱，不用找了。哎呦，这么大一张啊！这可是我1个月的收成啊！只要您收到开心呢。谢谢姑娘。大哥，快吃，别凉了。来吃这个。我你吃嘛，快点儿，来。你尝尝。来。哎，再来2碗。哎，来了。你还吃得了啊？啊，我给昭妍带回去，她肯定也特别爱吃这个。想不到啊，小茹死之后还要受此折磨，都怪我呀！我不该逼她，可我怎么就管不住自己呀？我是真心喜欢她，我是想对她好。高员外，您喜欢一个人是没有错，可是却用错了方式。郑小茹本来可以好好的活着，但是却由于您跟吕世尧的交易而葬送了生命和幸福。哎呦，吴大夫，你说的对呀，我是罪孽深重，我对不住小茹，我对不起她呀。高员外，你也不要太自责了。如离，你说什么呢？教授，高员外是病人，我们应该以他的病体为重，那些事儿就不必要再提了吧。人命关天呐，生病就能成为逃避的借口吗？如果您好好休息吧。大娘，您在罗兴镇住了多长时间了？我呀，都来20年了。哦，你听过吸血鬼的传说吗？吸血鬼？你听谁说的呀？我也是听别人闲聊的时候说的。听说高员外家中的新娘是被吸血鬼吸干鲜血而死的，是吧？这事儿啊，其实当年罗兴镇有一座教堂和一个传教士，那个传教士跟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有染，那个大户人家的老爷就派人把那传教士烧死在教堂中了。听说那个传教士在大火中放声大笑。你们这些魔鬼的奴隶！我诅咒你们！我诅咒你们整个罗兴镇的人！死后若对爱情不忠贞之人，必被吸血鬼吸干鲜血而死。此诅咒生生世世永远流传。那已经是庚子年的事儿了。后来啊，那儿连废墟都看不到，只留下一片荒地。大娘，这瓦罐回头我给您送来啊。不用了，不用了。后来是不是发生什么奇怪的事儿了？当时啊，也没有人把这个诅咒当回事。不过7年以后，
那个大户人家的姑娘，真的是被吸干鲜血，死在了那片荒地上。从此以后，我们这儿就流传了吸血鬼的故事。不过10几年都相安无事，大家也就把此事给淡了。可是，这不久前那个小裁缝阿良也死在那片荒地上，听说那个死状跟那姑娘一样，这一下可炸了锅了。大伙儿啊，这才旧事重提。还有这样的事儿？哎，那您知道当年那个大户人家的姑娘是谁家的吗？那个姑娘本家姓庄，后来呀，嫁给了高员外。嫁给了高员外。如林，教授，刚才为什么要替高员外说好话？我们是医生，我这样说话不对吗？我们是医生，但我们要有良知。教授，我觉得你想多了，我并没有同情高员外，我只是把他当成了一个病人。啊，高公子打针的时间到了，去吧。哎。徐医生，您刚才跟吴医生在外面吵什么呢？没有啊，我们没吵架。对了，今天我感觉好多了，有力气了，我甚至想出去走走。好久没见阳光了，好怀念那种感觉。这太好了，证明你啊，真的开始恢复了。来，我们打完这一针，我带你出去晒太阳。穆探长好，徐医生，高公子这是？高公子觉得恢复的不错，所以我陪他出来晒晒太阳。哦，那太好了，我还有事儿想问问你呢。穆探长有什么事儿，您尽管问。等一会儿吧，你们先散步，一会儿我去找你。哎，浩南呢？他好像回房间了。哦，那我一会儿找他去。那不打扰了。好。沈小姐，沈小姐，哎，我醒来的时候他就不在了，怎么还没回来啊？元昭，你找我啊？啊。哎，你干嘛去了这一晚上？我去洗照片了。昨天晚上把郑小茹的命案现场拍了下来，拿给你看看，有没有什么有用的线索。你怎么不在屋里洗啊？我怕吵到黄小姐，她昨天晚上受到了那么大的惊吓，好不容易睡着了，我不想吵醒她。那你一晚上都没睡觉啊？没事儿，我熬得住。什么熬得住啊？你看你，你赶紧休息一会儿啊！陈小姐，先别睡呢，我跟吴大哥给你带了特别好吃的馄饨。哎，不对不对，他们这应该叫抄手是吧？抄手。你们一起去吃早餐了？对啊，我们一起去的。起来的时候也没见着你，不会生气吧？怎么会呢？就是啊。哎，那你赶紧吃点东西，吃完赶紧休息一会儿啊。我先走了。来，来吃，很好吃了。
严昭，你怎么来了？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呀？没什么，就是头有点疼。哦，我准备找高文远谈一下，咱们俩一块儿去吧。好。你真没事啊？哦，没事儿。走吧。我讨厌蒜末，为什么还要做这种东西给我吃？滚！穆探长，教授。穆探长，吴医生你们来了。听严昭说你今天身体好多了。对，谢谢你，好多了。高公子，我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你不介意吧？穆探长，那你们先聊，我先走了。你们走。那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你跟晚秋圆过房吗？穆探长，您当我高远是什么人？那我告诉你，晚秋不是处女。你凭什么这么说？这是吴医生检查的结果。不可能，晚秋他不会。在晚秋认识你之前，他还有什么其他的感情经历吗？我只知道晚秋是我父亲生意合作的伙伴的女儿，她娘得了重病，生意败了。我父亲说帮她偿还债务，帮她娘治病，剩下的我就不知道了。对于晚秋的过去，我一点也不了解。高公子，你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我有点不舒服。这屋空气太差了，我把窗户打开透透气儿。不，别开窗户，别开窗户。你先躺下，我给你做一个检查。晚秋不是个处女之身，这不大可能。晚秋家也是商贾世家，他不会做出有辱门风的事。但这确实是事实。如果高公子和晚秋没圆过房，那晚秋会不会在婚前还有其他的感情经历呢？这个我不知道。可晚秋这孩子应该是个规规矩矩的人，他怎么会呢？高员外，你知道有一个小裁缝叫阿良吗？我认识，这个人手艺不错，人也厚道。我的衣服他也帮我经常做。那你知道他死在荒地里吗？而且死因也是被吸血。是，应该是吧。高公子，最近觉没觉得身体有什么不适啊？我今天早上感觉特别好，但是现在我浑身无力。你的尿液是有点反常，是不是最近饮食上出现什么问题了？我最近有点厌食，尤其是闻不了大蒜味儿，一闻到大蒜味儿我就想吐。刚才我的仆人拿的饭里有很重的大蒜味儿，我就把他轰走了。我怀疑你的病情最近有了一点变化，我需要重新抽取一点血液进行化验，你看行吗？抽吧。好。
这些水泡是什么时候起的？就在刚才，我出去走了走，回来就有了。怎么了，吴医生？没怎么，先化验吧。的名字，曾经沧海的水滴，别看我的眼睛，你读不懂的心事，别想偷走我的心，已经封存在海底，别再欲言又止，随风飘散的故事，不说迷离的感情，可以将心掩饰，你听不懂的言语，无需太多解释。心事，我想到故事的开始，想不到故事的结局。不说迷离的感情，可以将心掩饰，你听不懂的言语，无需太多解释。风一样的故事，海一样的心事，我想到故事